亡灵在得到极品灵石后，面临是否返回的抉择。由于原路返回风险巨大，且可能无法再次通过第一关，他决定继续前进。他分析认为，孟驼子等人1000年前能够返回，说明可能有传送阵存在。尽管孟驼子留下的玉简没有相关信息，亡灵仍相信能找到出去的方法。亡灵不想去冒险，他选择都谨慎前进。在禁忌山探索过程中，他发现一片山石上有灵力波动，但为避免危险，选择绕道行。他明白，以自己结丹期的修为，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无论前进还是后退，风险都很高。亡灵决定研究山脚下的禁制，希望能解开其秘密。他花费3天时间，详细记录了每一根杂草的特征，并开始研究禁制的原理。禁制与阵法不同，它更灵活，依赖于施术者的神念。亡灵决定采用研究方法，而不是强行破解，因为他之前对基础阵法有所了解。经过10天的研究，亡灵开始尝试破解禁制。他通过模仿禁制的节奏和动作，逐渐能够与禁制同步，并在时系内安全退出。虽然这仅是山峰中最简单的禁制，但亡灵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法，坚持下去就可能通过第2关。亡灵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终于掌握了破解乱草丛中禁制的技巧。当他踏入禁制时，周围的杂草化作利剑向他袭来，但他神色从容，通过自己对禁制的深刻理解，以交错之术轻松化解了攻击。他的右手画出一个圈，将所有的利剑重新化作杂草，安全地走出了禁制。亡灵不仅成功破解了禁制，还进一步提升了其难度，增加了第2层禁制，并堵住了禁制间的缝隙，使得后来者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挑战。与此同时，六域魔君也在山峰的另一侧面对着禁制的挑战。他曾经在这禁山上经历过惨痛的失败，但现在凭借1000年的准备和对禁制的研究，他信心满满地破解着前方的禁制。六域魔君的目标是到达山顶，为此他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。亡灵和六域魔君都在禁制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他们的行动和决心展示了对力量和掌控的追求。亡灵在山石上发现了新的禁制，意识到要达到山顶了，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研究。他决定深入研究这些禁制，以便在未来能够顺利登顶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7年过去了。亡灵在山腰的巨石上，经过7年的不懈努力，他的外表和内在都有了显著的变化。他的头发已经半白，这是他废寝忘食研究禁制的代价，但他的神识和修为却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，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之前的冷漠阴沉变得更加深不可测。亡灵的双眼仿佛蕴含了宇宙的奥秘，这是他在禁制术上达到一定境界后独有的神识之眼。这双眼睛是他通过无数次的挑战和实践逐渐练就出来的。在这些年中，他经历了无数的禁制，每一个都需要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破解。有些禁制甚至差点让他丧命，但他始终坚持不懈。亡灵发现，有些禁制是被人为添加的，与山峰原有的禁制有所不同。这些禁制的研究让他意识到，上方有人的禁制造诣远超过他。但是亡灵并未感到恐惧，反而对这第2关的禁制之山产生了更深的兴趣。对他来说，这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，而是一个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绝佳场所。亡灵对禁制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破解，他开始欣赏这些禁制背后的深奥和智慧。这里的禁制从简单到复杂，从容易到困难，为他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路径。在亡灵看来，这样的环境是极为罕见的。他不仅锻炼了他的禁制技艺，也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心性和修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亡灵对禁制的理解越来越深刻，他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。他从最基础的禁制开始研究，循序渐进，没有任何急躁之心，完全符合修炼禁制之术的心态。在整个朱雀星修真界，能够像亡灵这样深入研究禁制的修士寥寥无几，他在同辈人中的禁制造诣已是无人能比。亡灵在破解云雾禁制时，展现了他独特的破解方式——残影之圈。这是他7年来自行创出的破解手法，通过神识波纹感知禁制内的结构与规则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亡灵成功破解了云雾禁制，露出了其中的断桥。但他很快发现一旁的小树有问题，这是被人额外添加的禁制，而且手法非常的阴损。亡灵经过一番思考和观察，最终认出这禁制的手法与六域魔君的手法相同。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以灵兽作为禁制的手段。他记得六域魔君曾在通道时施展过类似的法术，现在想来，这蜈蚣禁制与当时的一幕颇为相似。与此同时，六域魔君在山顶附近感受到了亡灵破解禁制的举动，他误以为是古帝所为，古帝将是他在进入第3关的大敌。而此时，古帝也踏入了禁制之山。古帝在第1关火刑之地耗费了7年时间，以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深不可测的心机，最终成功走出了火海。他的法宝大部分得以保存，为后续的闯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不归路上，他凭借冷静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，轻松走过，不受幻觉影响。进入第2关后，古帝凭借自己1000年的准备和对禁制的研究，迅速破解了第1层禁制。然而他很快发现，
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山峰原有的禁制，还有被人为添加的更加阴险的禁制。这些禁制的复杂和恶毒让他感到愤怒，同时也让他对布置这些禁制的人产生了深深的忌惮。古帝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些禁制很可能是六欲魔君所为，但随着他不断深入，他开始怀疑还有另一个禁制高手的存在。这个人的禁制手法不仅快速，而且诡异。3年时间过去，古帝在禁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他的心中对那神秘布置禁制之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个人的禁制之术虽然不如自己千年的钻研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独到之处，尤其是在禁制的发作速度和诡异性上，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对手。当古帝终于接近亡灵隐藏之地时，他的目光忽然一闪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古帝身子一动不动，仔细看了少许，口中忍不住低声骂道：“又是一个连环禁制，此人真是阴损到了极点。”当古帝和六欲魔君相遇时，两人对峙，气氛紧张。两人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冷静，但内心都在警惕着对方，同时也在警惕着周围复杂多变的禁制。古帝的行动，尤其是他对禁制的破解，显示出他对禁制之术的深刻理解和高超技艺。他的4只小旗不仅是他的法宝，更是他在禁制之中穿行的保障。六欲魔君则是在禁制之中布置了自己的陷阱，试图利用漩涡禁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对古帝的出现感到意外，但也迅速调整了策略，试图维持自己的局面。在这场暗流涌动的较量中，亡灵则是在一旁默默观察，他的禁制之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他通过观察古帝和六欲魔君的行动，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禁制技艺，同时他也在寻找最佳的时机，准备出手改变局势。当古帝在禁制中穿行，试图接近六欲魔君时，亡灵的禁制群被激活，形成了一道道七彩之光，试图将古帝传送到特定的地方。然而，古帝的4只小旗再次发挥了作用，为他打通了一条安全的通道，让他成功脱离了危险。古帝和六欲魔君2位强者在禁制的风暴中挣扎求生，他们的强大实力和丰富经验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古帝的4只小旗和他的灵光攻击，六欲魔君的富裕法术和对禁制的精妙控制，都在努力抵挡着禁制的冲击。然而，亡灵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干掉他们，而是要观察这些禁制的威力和效果，为自己日后的行动做准备。在这场禁制的风暴中，古帝和六欲魔君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，他们开始联手应对眼前的危机。两人的合作虽然是基于生存的本能，但也透露出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对彼此实力的认可。而此时，山峰的禁制仍在持续爆发，环形的黑光不断向上推进，天空中的乌云和电芒预示着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六欲魔君只看了那黑光一眼，便立刻头皮发麻。六欲魔君毫不犹豫地利用手中的年轻人尸体作为抵挡，这一举动虽然残忍，但也显示了他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决心。而年轻人尸体的异常，更是让亡灵感到震惊。古帝在面对黑光的威胁时，心中也是掀起了波澜。他对那年轻人的身份已经有所猜测，而年轻人尸体的强悍表现，无疑加深了他的这一猜测。古帝的心中闪过的贪婪之色。六欲魔君和古帝都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。六欲魔君的5块石头化作的光幕，古帝的8只小旗，这些都是他们在修真界中积累的宝贵资源，也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的保命手段。他们的速度之快，行动之果断，让亡灵也不得不感叹他们的老辣和经验丰富。只是禁制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，紫色雷球的落下，黑光的紧随其后，都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必须全力以赴，才有可能逃出升天。六欲魔君手中的年轻人尸体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，能够硬抗雷电而不毁，这一点让亡灵感到震惊。而古帝手中的8面小旗，更是一件来自5级修真国的镇派法宝，其禁制变化无穷，足以应对各种复杂局面。这些宝物的存在，让亡灵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实力上的差距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提升自己实力的决心。在关键时刻，亡灵选择了谨慎。他知道自己若是贸然冲出，不仅有可能被雷电击中，形神俱灭，还可能遭到六欲魔君和古帝的联手攻击。此外，那神秘的黑光也让他感到忌惮，他没有信心能够突破黑光的封锁。因此，亡灵决定暂时观望，等待时机。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着六欲魔君和古帝的一举一动，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己在禁制之术上的造诣。六欲魔君在冲入漩涡的瞬间，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但最终还是成功进入了漩涡，逃离了这场灾难。而那年轻人尸体的断臂虽然在黑光中受到了伤害，但其上的金色斑点仍然闪烁着神秘的光芒，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面对黑光的威胁和禁制的恢复，亡灵选择了在最安全的时机行动，成功的取得了那块带有金色斑点的手骨。这块手骨对他来说，可能蕴含着重要的线索或价值。亡灵将手骨上的金色颗粒取下，这些颗粒虽然没有灵力波动，但它们的出现和兽王额头的金色指骨之间的相似性，让亡灵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联系。他意识到，这些颗粒可能与古神之力有关，或许是某种特殊的力量的载体。
王林决定深入研究这些金色颗粒，他将它们放在一个特制的禁制阵法中，试图激发它们潜在的力量。